嗨，大家好，我是 Judy，你们好吗？我回到台湾了，这次是我时隔5年之后再次回到台湾。对，没错，我已经5年没有回家了。这次回到台湾，我就觉得非常想念。很多东西虽然不太一样了，因为台北的步调真的蛮快的，但是台湾交通的便利、台湾的美食，我觉得都是一样的。我这次回来大概是会待3个礼拜左右，但我回来的第一天，我就有想要延期机票的一个冲动，因为真的觉得台湾非常非常的棒，很适合生活。然后我就想到，其实在1年多之前，我差一点就要回台湾工作。我当时拿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offer， 但是后来经过了各种的抉择，我还是选择到了美国工作。那我想说，今天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1年前的经历，因为我最近真的收到很多的私信，很多人在问我说，你觉得我应该要去美国念硕士吗？应该去美国工作吗？等等之类的问题。所以我想说，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给你们一个参考。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我目前是在加州矽谷的一个科技公司担任他们的商业分析经理，但是我是住在西雅图远端工作。我平常会在我的频道上跟大家分享一些职业发展还有美国生活的相关影片。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好，那让我们切入正题。当初在1年多之前，我在从上一个公司想要跳槽到这个公司的时候，其实我当时面试了很多家不同的公司，我拿到不同的 offer， 其中一个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 offer 是回到台湾工作。那给我这个 offer 的公司是一个外商公司，这个外商公司他们在台湾的业务发展越来越好，所以他们想开设一个新的部门，叫做 Sales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也就是我现在的这个专业。那他们想要招聘一个 manager， 主要做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拓展台湾的业务发展，第二件事情是扩张他们的这个新的部门，招募更多的分析师到这个部门底下。对我来讲，当时工作内容非常非常有兴趣，而且他们有给出非常有吸引力的薪水。那当时他们开出的 offer 是180万的底薪，那加上 sign-on bonus 还有 stock option 等等之类的，总包加起来大概是200万左右台币1年。那这整个 package 对我当时来讲非常非常有吸引力的，而且又是在台湾这么棒的地方工作，所以当时我就已经决定说好，那我要回到台湾工作。但是就在我决定要签 offer 的那一天，我现在工作的公司也给了我一个 offer， 但这个 offer 就跟台湾的这个 offer 有点不太一样。这个公司给的我的 position 是 Sales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Lead， 它就不是一个管理层，它是一个技术岗，所以工作内容的部分也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它主要是负责的是全球性的销售还有运营的分析，所以你会接触到不止一个地区的业务，你也会接触到比如类似像北美、南美、亚太、欧洲等大地区的业务。但是呢，他们开出的薪水没有让我那么的满意，我没有办法直接跟你们分享说我薪水是多少，毕竟我现在还在那边工作。但是如果以满意程度来讲，如果台湾那边的满意程度是10 out of 10，美国这边的话大概只有7 out of 10而已，就是也很满意，但是没有那么的满意。听到这边，你们可能会觉得说，那有什么好犹豫的呢？有什么好抉择的？又是在台湾工作，你又很满意薪水，你也觉得工作内容不错，那为什么就不直接回到台湾工作呢？其实我当时真的也是非常犹豫。那我分析过后，我觉得两边各有各自的优点。台湾这边的话呢，主要是6个地方。第一个是薪水真的很满意，虽然我对台湾没有做太多薪水方面的 research， 但是我觉得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在台湾可以拿到这样的薪水，我觉得对我来讲这已经是蛮开心的，所以薪水这个部分我很满意。那第二个是我觉得工作本身非常非常的有挑战性，可以就是拓展到一个新的城市，拓展他们的部门，推进那个地区的业务。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让我培养很多的 leadership skill， 也可以让我有一个 step up 的机会。再来，我觉得在台湾工作本身就有它自己的优势。第一个是，毕竟台湾是家，可以住家里，所以可以省下租房的钱。然后再来就是台湾有很多的家人，这个东西就不用多说，它本身就是一个超级无敌大的优势。然后呢，台湾跟美国相比，它的生活便利，美食又多，然后娱乐又好，而且又有全民健保，安全性跟治安整体来说也比美国强很多。我觉得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非常非常有优势的。可是在美国那边，它也有它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它的工作机会很多，而且有很多的多样性。毕竟我之后也不是很确定我是不是会一直在同一条路发展，或者是我之后想继续走管理岗，或者是继续想走技术岗，所以有一个职业多样性的优势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那再加上他的工作也非常非常的有挑战性，我觉得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他接触的是全球性的业务，我就有机会透过我的工作认识不同的文化，接触到不同地区的业务。这个机会我觉得不是随时都有的，虽然就是居住环境
跟台湾相比，美国可能没有那么好，但是美国它也有它自己的优势，比如说 work-life balance， 我觉得 work-life balance 这件东西在美国还是比较强调、比较注重的。再来，它是一个 fully remote 的 position， 等于是我完全不用进办公室，我去哪里工作都可以。对于一个喜欢旅游、喜欢跑来跑去的人来讲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福利。在美国工作本身就已经可以体验很多元的文化了，那 fully remote 你就可以去很多地方接触更多不同的文化。最后是我自己本身有个小小的梦想，拥有一个自己的房子。那我做了很多 research， 我觉得在美国相比下来，可能房子这件事情会更好入手一点。台湾尤其是台北房价真的好贵好贵，所以美国有美国的优势，台湾有台湾的优势，我到底该怎么抉择呢？最后我是问了自己2个问题，我才 make my final decision。第一个就是哪一个决定对我的长期职业发展是更有帮助的，因为我对于 sales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是有非常强烈的兴趣的。那在我对这个东西有很强烈的兴趣的情况下，美国是可以提供给我更多机会的，因为不是每一个科技公司都有这个部门。一个科技公司要有一定的规模，或者是有一定的营业额，它才会有这个部门。可以把它想象是成像 PR 公关这样好了。如果一个公司没有到达一个程度，是不会需要公关这个部门的。所以整体来讲，美国可能可以给我更多的机会，可以更容易的跳到不同的公司，或者是继续的往上爬，因为它招募的人更多，而且因为美国的机会就开的 positions 比较多，相对的就比较多人有类似的专业、类似的背景，我觉得我可以 build up 更好的人脉，因为我喜欢的这个专业在美国有更好的发展性，所以我觉得美国对我来讲会是更好的一个选择。那我问自己的第2个问题，也就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哪一个选择对我个人成长更有优势？对我来说，就是哪一个机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挑战。我的想法就是，一个人就是可以越过越多的困难，经历越多的挑战，应该无形之间就会让你成为一个更强壮的人。那对我来讲，去美国工作可能整体来讲会带来给我更多的挑战，不只是工作方面的。你去一个新的城市、新的国家工作，你首先要面对的就是你在那边没有朋友、没有家人，而且你要适应不同的生活习惯，你要适应不同的文化背景，你要自己租房、学习做菜，在生活大大小小的方面，它都会给你带来各式各样的挑战。再加上在一个英语环境工作的地方，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毕竟我的母语不是英文，但是我的职业其实对英语的要求是很高的，就想做得好，想要爬得够高，英文要好。英文这个东西可能对于每个职业的要求不太一样，但至少对我这个职业来讲，你想要爬得很高，英语真的非常非常重要。我目前待过了2-3个公司，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少看到英语非母语的人做我这个工作。可能会有些人去做 business strategy operations， 但是 sales strategy and operations 真的是比较少。当然不会说没有，但是相比比如说 developer 那些的相比来讲真的比较少。那我就会有一种非母语台湾人做这个工作在国外可以把它做得很好的那一种自己小小的一个目标想要达成。所以就因为这2个原因，我最后就是 turn down 了台湾的这个 offer， 我决定去美国。其实这个影片我不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你应该去美国，或者是你应该留在台湾，我只想跟大家分享当初我面对这种抉择的时候，我的思考过程是怎么样的。其实我也很难讲这个决定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但至少目前我没有太多的后悔，而且我觉得我得到很多的收获。我在新的城市、新的工作环境交到很多新的朋友，那同时我也达到了当初立下的小小梦想、小小目标，是买了自己的房子。工作方面，在1年内，我从当初的技术岗升到了管理岗，这一切对我来讲都是非常非常有成就感。所以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选择呢？欢迎你在底下跟我留言分享讨论。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